台湾传统市场都会卖现成的水饺皮，实在是太方便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想用水饺皮和高丽菜来做一道创意的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。前几天我有分享过自己用手揉的双色水饺皮，大家可以看上方的链接或是影片下的说明文。今天我就不做水饺了，我想用水饺皮来做一道特别的素食家常菜料理。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准备1/4颗的高丽菜，先拿去清洗。高丽菜清洗好了，现在切成小条状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高丽菜太长了，中间再切一刀。把高丽菜放入碗中，放入1小时的盐，把高丽菜抓腌均匀，让高丽菜软化。抓腌均匀后，先放旁边。准备左黑木耳，用热水泡软。准备半条的杏鲍菇，把杏鲍菇剥丝。再来剥细一点。把杏鲍菇切碎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先削皮。把削好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细丝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准备50克的山茶蓉，把山茶蓉的根部切掉，这里切碎。把山茶蓉放入盘中。黑木耳泡软了，先拿去冲过滤水。黑木耳洗干净了，把这一块比较硬的地方切掉。接下来切细丝。我会尽量切细一点，因为这样小朋友比较好入口。把黑木耳放入碗中。你们看，高丽菜已经腌出水分了，也软化了。把高丽菜挤出水分。取一个平底炒锅，锅内放入少许的香油。把杏鲍菇放进来，还有山茶蓉。把杏鲍菇和山茶蓉炒香。杏鲍菇和山茶蓉可以代替荤食的猪脚肉。我大约炒了1分钟左右，可以看到菇类已经有变软了，也有一些水分。这时候放入红萝卜，再继续翻炒，把红萝卜炒软。菇类释放的水分可以让红萝卜煮软，所以我就不再加水了。红萝卜稍微变软了，现在放入黑木耳，快速的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高丽菜，快速的拌炒。食材拌炒均匀后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素蚝油1茶匙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1/8茶匙玫瑰盐，1/4茶匙2砂糖。把调味料炒匀。调味料炒匀了，可以感觉到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
把炒好的馅料放入碗中，用回原本的锅子，我用厨房卫生纸把它擦干净了。锅内倒入少许的油，把一块板豆腐放入锅内，用铲子压碎。都压碎了，现在可以来调味。1/4茶匙的姜黄粉，1/8茶匙的玫瑰盐，把调味料炒匀，把豆腐的水分炒干。豆腐的水分可以感觉到已经炒干了。现在素炒蛋已经完成，起锅，把馅料搅拌均匀。姜黄炒豆腐真的好像蛋哦，超香的，可以了。这是我在台湾传统市场买的水饺皮，先在砧板上撒上面粉，取一片水饺皮，把水饺皮擀薄，像这样子变得比较薄、比较大。把馅料放进来，这里折一折，沾点水在左右两侧，还有上面。左右两侧往内折，这里折过来，简易版的馅饼完成。取一个不粘平底锅，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润锅子，把小馅饼放进锅内煎，先让这一面煎成焦黄色，再来翻面，开小火慢慢的煎。已经变成焦黄色了，可以翻面了。另一面也让它煎至焦黄色。另一面变焦黄色了，可以取出来了。用水饺皮做成的小馅饼，简单又快速。小小一个，孩子们吃起来也很方便，因为太香了，我一面煎一面偷尝了一个，真的非常好吃。离开影片前，请免费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追踪我的 IG， 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